在完美世界215集的剧情中，仙谷麒麟再现，引来无数强者争夺，却意外认主太阴玉兔。10号之前梦回仙谷，在仙谷见到了一只白色小麒麟，当时的仙谷突然遭到毁灭，所有人都死在这场灾难中。但是让10号意外的是，他再一次见到了仙谷中的那只小麒麟。10号想让麒麟跟随自己，但是却遭到麒麟的拒绝，他要等待他的主人，就是仙谷那怀抱麒麟的少女。10号无奈只能离去。没想10号与麒麟离别后，他再次见到麒麟，而且麒麟还将太阴玉兔当成主人。随着10号与魔女一起来到禁区深处的一座古城，在这里他们见到了许多熟人，也有一些陌生面孔。而且10号刚到来，就与这里的一位强者大战，只是被及时阻止。就在此时，虚空中大道神音响起，一位被混沌气包裹的中年至尊现身。他的到来意味着天神书院最终人选即将确定。此次选拔现场不仅有3000周的修士，还来了无量天及其他古界的强者。这些人因闭关或身处遗迹，错过原本古界内的选拔，中年至尊惜才给了他们额外机会。此消息一出，3000周修士顿感压力倍增。好在中年至尊补充，只要符合条件，3000周的名额不设限制，众人这才稍感安心。然而选拔并非简单定夺，众人需参战来了解太古盟约。中年至尊解释，边荒有境界低的生灵试图跨界破坏，还有被莫名气息侵蚀、投向黑暗的人潜藏在各处，需要众人凭借顶级神教去发现并斩杀。10号深知其中凶险，也暗自庆幸大人物早有准备。正说着，地城对岸突然传来震天号角声，如魔兽嘶吼，天地震颤。可地城却死寂无声，毫无反应。中年至尊面色骤变，低声自语，担忧仙谷悲剧重演。其他年轻天才也感受到巨大压力，气氛愈发凝重。有人询问为何总是战败，中年至尊神色沉重，告诫众人：若地城破，宁可英勇参战或退守，也绝不能引狼入室，做千古罪人。10号想起此前经历，向中年至尊暗中传音，提及沉睡万年的眼球和被毁的跨界祭坛。中年至尊思索良久，叮嘱10号保密，以免引发恐慌。随后，中年至尊宣布众人自行行动，要求组队不超过5人。这看似松散的安排，实则暗藏对众人协作能力或个人实力的考验。众人开始组队，小胖子曹雨生立刻跑到10号身边，长弓眼、龙女也相继加入，魔女则选择与谪仙同行。10号调侃几句，魔女毫不客气地回怼。10号又向月禅打招呼，甚至言语戏谑，月禅始终冷脸无视，最后被10号的传音器的失态引得众人侧目。就在众人准备分散行动时，另外2位至尊传来消息，某座古城附近出现白麒麟幼兽，若有人能带回，天神书院将全力栽培。此消息一出，众人纷纷心动，迫不及待想要前去探寻。众人散去后，3位至尊私下交流，他们推测，以自身实力都难以发现的白麒麟幼兽身上必定有仙宝。更有人猜测，这幼兽或许与轮回有关，甚至可能是轮回仙王留下，只为验证其对轮回的感悟。一场围绕白麒麟幼兽的争夺即将展开。当众人再次踏上征程，不再选择穿山越岭的艰难跋涉，而是借助3大强者特许的传送阵，迅速抵达了那座曾传出白麒麟幼兽消息的城池。对于能否寻到白麒麟，10号心中早有判断。他深知这头执拗的小麒麟，除非等到仙谷纪元的那位少女，或是出现与少女极为相似之人，否则绝不会轻易现身。城池中人来人往，皆是绝代高手后裔。几个月来，白麒麟幼兽虽不时显露踪迹，却始终无人能将其捕获，只留下惊鸿一瞥，引得众人趋之若鹜。此时各方强者陆续汇聚于此，石冠王、谪仙、月禅、魔女等悉数现身，而宁川的到来更是让不少人觉得他或许就是与白麒麟有缘之人。毕竟宁川出生时额上神纹异象惊人，背后天图引发轰动，且其出生地一直有白麒麟隐伏的传说。更为关键的是，他额上被误认为龙纹的印记，实则是麒麟纹。10号却对这一说法心存疑虑，他曾神游仙谷，亲眼目睹小麒麟的主人是一位少女，而非宁川。若因气息相似，让小麒麟误认主人，那将是莫大的遗憾。小胖子曹雨生发挥打探消息的专长，发现白麒麟幼兽似有异常。这个原本隐秘的情况，随着时间推移，渐渐被众人知晓。当白麒麟再次现身时，他欢快的情绪表露无遗，人们意识到有人正在接近他，且逐渐获得认可。这个消息如惊雷般在城中炸开，各方势力震惊不已，因为这不仅关乎白麒麟的归属，更可能印证6道轮回仙王关于轮回的猜想。10号内心忐忑又期待，他渴望见到那位仙谷故人，又担心这只是一场空欢喜。就在此时，传来宁川失踪的消息，谪仙和石冠王追了下去，10号等人也毫不犹豫地跟上。无量天的金发青年等强者同样动身，众人一路疾驰，闯入原始大荒。在这片危险之地，他们遭遇了诸多恐怖存在。战死的英灵化作黑色旋风，威力强大，所过之处山川崩碎。一具腐烂的至尊尸骸背负巨大黑色羽翼，身上散发的恐怖气息仿佛能击落日月星辰。即便如此，众人追寻白麒麟的脚步并未停下。当众人来到一处诡异的山林，这里寂静无声，地上血挖成猩红色，尸骸散落各处。一位神识敏锐的域外修士抢先行动，却不料被血蛙吞噬，瞬间化作脓血。这残酷的一幕让众人胆寒。而此时的宁川
额头麒麟纹自主浮现，璀璨夺目。他感应到白麒麟就在此地，大喝一声，催动纹路与山川共鸣。刹那间，混沌气弥漫，仙霞升腾，前方大山裂开，一头雪白的小麒麟冲了出来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他身边竟有一位带着仙道气息的少女。石浩难以置信地睁开天目，看清少女面容的那一刻，他呆立当场。那位少女竟与他在仙谷纪元相识的故人一模一样，难道真的存在轮回，让故人在这一世再度现身？伴随着山峰的轰然倒塌，一场牵动各方势力的惊天秘宝争夺之战就此拉开帷幕。一只通体雪白、晶莹剔透的小麒麟踏着云雾从沉眠之地缓缓走出，而跟随在他身后的是一个13、14岁模样的少女。少女身段苗条挺拔，一头如绸缎般光滑柔顺的银发垂至腰际，红宝石般的大眼睛透着灵动的光芒，正滴溜溜地打量着四周，鬼灵精怪的模样，似乎在盘算着如何脱身。众人定睛一看，顿时惊呼出声。石浩、曹雨生、龙女等人皆是一脸震惊，他们没想到出现在这里的少女竟然是平日里活泼可爱的小兔子。而那些来自域外的天才们同样瞪大了眼睛，直勾勾地盯着小麒麟和少女，眼神中满是惊讶与疑惑，甚至有人猜测少女或许是从仙谷纪元便被封印在此的长生者，如今与白麒麟一同出世，是世间罕见的奇迹。曹雨生瞪大双眼，一副活见鬼的样子，不敢相信小兔子竟然能得到白麒麟幼崽的认可，还将他带了出来。要知道白麒麟可是与真龙、天凤一样的强大存在，平日里小兔子总嚷嚷着吃素，却又经常醉酒吃肉，虽然可爱，但人畜无害，如今却办成了这样一件惊天大事，实在让人难以接受。石浩心中更是震撼不已，他仔细观察，发现小兔子与自己在仙谷纪元见过的少女，无论是容貌还是神魂波动，都截然不同，唯一相似的只有活泼好动的气质。他不禁怀疑，是不是小麒麟被小兔子忽悠，一时犯迷糊才跟他出来的。小兔子看到石浩等人，顿时喜笑颜开，大声呼救。他那一句石浩大叔，更是让石浩当场满脑门子黑线。20岁左右的他，怎么就成了大叔？而龙女和长公眼则被这一幕逗笑。龙女身姿摇曳，长公眼微笑着向小兔子挥手。小兔子见状，又冲着长公眼和曹雨生大喊救命，还不忘调侃几句，气得曹雨生直磨牙。然而欢乐的气氛很快被打破，宁川神色不善地堵在路中央，拦住了小兔子的去路。而那些域外的强者们在得知少女是此世的太阴玉兔后，也纷纷上前阻路。此时谪仙、魔女、石冠王、月禅、石毅等一众年轻至尊几乎齐聚此地，一场激烈的争夺即将展开。小兔子见状，大声叫嚷着求助，还将白麒麟唤作小不点，这让知晓10号外号的魔女忍不住笑了起来。10号则威胁小兔子再乱说话就不救他，小兔子却不服气地瞪着大眼睛，一副委屈的样子。就在这时，一声出手打破了僵局，一头浑身青光缭绕的天狼画出本体利爪，撕开虚空向小麒麟扑去。这是一名域外强者，为了夺得白麒麟，不惜动用最强肉身与法力，企图一招得手。10号、龙女、曹雨生等人立即准备阻拦，长公眼更是弯弓搭箭，严阵以待。然而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，宁川比他们更快一步出手。他一声长啸，浑身洁白光芒迸发，滔天血气汹涌而出，额头的麒麟纹扩散开来，笼罩全身。他捏着麒麟印，如同一道白色闪电般冲了过去，一拳轰向青色天狼，威力之大，竟让天地为之崩裂。旁边有人出手相助天狼，试图阻挡宁川，却在麒麟印的强大威力下不堪一击。那人祭出的赤血天戈被击碎，利刃倒旋而回，刺入他自己体内，鲜血淋漓。这一幕让众人震惊不已，能让一位强者被自己的兵器所伤，足以说明宁川的实力有多么恐怖。天狼见状，出声恫吓宁川，提醒他即将进入无量天，不要与他们为敌。但宁川不为所动，又是一拳砸出，血气滔滔，一头硕大的白麒麟从拳印中腾空而起，扑向天狼。天狼长啸，虚空中出现异象，草原无垠他统治各族，铁血征战，喷出诸天星辰之光，试图镇杀对手。然而宁川的攻击太过磅礴，天地被击穿剧烈鸣战，白麒麟踏裂草原，击碎神月，强势镇杀了天狼。这一击让宁川如同一尊无上至尊般屹立在天地间，白衣飘舞，身不染血，却震慑了在场的所有人。人们不仅惊叹于他的战力，更对他所掌握的麒麟术感到动容。而此时的小麒麟正偏着头狐疑地盯着宁川，眼中满是好奇与不解。众人心中一紧，若是小麒麟被宁川吸引，那可就大事不妙了。宁川双唇翕动，似乎在与小麒麟传音。小兔子见状也急了，他不再称呼小麒麟为小不点，而是唤他小白，想要将他抱起。小麒麟在宁川和小兔子之间犹豫不决，伸出一只小爪子挠头，模样可爱又犯难。就在这时，无量天的金色长发青年出手了，他的掌指如山岳般巨大，从空中探来，抓向小麒麟。宁川自然不肯让他得逞，也同时出手抢夺。在这紧张的时刻，小麒麟终于做出了选择，他看到两人来捉自己，扭头就跑，一下子跳到了小兔子的怀中。小兔子开心地笑了起来，红玛瑙般的大眼睛得意地眨动着，紧紧抱住小麒麟。宁川和金发青年恼羞成怒，断喝着一同镇杀过来。
千钧一发之际，10号如同一座巍峨的太古魔月般挡在小兔子身前，他左手施展轮回拳，右手施展柳神法，同时迎击两大高手。刹那间，天地轰鸣，如同天鼓在向天宇炸开。山川在强大的力量冲击下倾覆，虚空出现巨大裂缝，各种景物都变得模糊不清。当烟尘散去，10号依然岿然不动，他黑色的长发随风舞动，双目幽邃如渊，坚定地挡在那里，让宁川和金发男子无法前进一步。看着眼前这个强大的对手，宁川和金发男子都皱起了眉头。他们深知，想要从10号手中夺走白麒麟，必将面临一场生死搏命的恶战。这场因白麒麟现世引发的争夺战，也由此陷入了更加紧张激烈的局面。